家好，欢迎来到每天中文，我是你们的姐姐林雨。在上一节里，我们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不要让已有的知识成为你不学习的理由。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，来谈谈一个很常见的现象，当知识成为障碍时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觉得自己已经懂了，所以不愿意再听别人说什么，或者你曾经因为我知道了而错过一次成长的机会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的知识反而会变成我们的障碍，就像一块大石头挡住了路，让我们看不见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。我认识一位老师，他教了很多年的中文。有一天，有人问他一个新的教学方法，他马上摇头说，不用了，我已经有我的方法。但后来他发现，学生对新方法更有兴趣，学得也更快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的知道，差点让他错过了更好的选择。所以知识不是用来挡住自己前进的路的，而是帮助我们走得更远的工具。如果我们太依赖过去的经验，就可能看不清现在的变化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放下我已经知道了的想法，换一种心态，去听听，去看看，去问问。下一节我们会聊聊那个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句话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我们没注意到的秘密。我们下期见。上一节我们聊到，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反而会成为障碍。那你知道吗？在这些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，我知道了，听起来很平常，对吧？但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句话背后的真相。我知道了这4个字是不是经常出现在你的生活中？当别人跟你说话时，你是不是也会下意识地说出这句话？也许你以为这是表示你在听，或者说明你已经懂了。但其实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它可能会让你停止思考，停止学习。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，有一个人第一次去学画画，老师教他画一只猫，他觉得自己看明白了，就说，我知道了。可是当他真正动手画的时候，却发现完全不像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原来我知道了，并不等于我真的学会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懂了，其实只是看到了表面，而真正的理解是要通过练习、提问和不断尝试才能得到的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试着换一种说法，比如，不要急着说，我知道了，而是问一句，我是不是理解的对？这样，我们就能给自己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。下一节，我们要一起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事。你会发现，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。我们下期见。上一节我们说到，我知道了并不等于真的理解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的够多了，其实只是看到了一点点。今天这一节，我们就来聊聊一个让人感到惊奇的话题。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好奇的大门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世界非常大，有高山、大海、沙漠和森林，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没去过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知道。
就算我们现在学了很多知识，也远远不够。比如说，科学家每天都在发现新的东西。以前的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，也不知道人可以飞上天。但现在呢，我们都坐过飞机，也许还看过太空人拍的照片。这些都不是梦，而是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结果。还有语言也是这样。你学中文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发现新词？有时候一个字有好几种意思，有时候一句话有不同的说法。这不正说明了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学的地方吗？不要害怕，我不知道，也不要觉得我已经懂了。其实，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，才更应该保持好奇和谦虚的心。下一节我们要说说，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比别人更好吗？还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聪明、更快乐？别走开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吧。在上一节里，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广阔，也知道了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发现。今天，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柔，也很重要的问题：学习不是为了超越别人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学得比自己快而感到着急，或者觉得如果自己不努力就会被落下。其实啊，这种想法很正常，但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件事，每个人的学习节奏都不一样。学习不是比赛，不需要和别人比较。你看，有的人喜欢慢慢读一本书，有的人喜欢一口气看完，有的人喜欢早上学习，有的人晚上才最有精神。这些都是不同的方式，没有对错。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学中文太慢，看到别人说得很流利，就很羡慕。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明白，只要我每天都在进步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那也是属于我的成长。所以啊，别太在意别人走了多远，专注自己的路就好。你的目标不是打败谁，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下一节，我们要继续聊聊学习到底是一段怎样的旅程。你会发现，它其实可以很美，很温暖。我们下期见。刚才我们聊到，学习不是为了超越别人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。那么今天，我想带你换个角度看学习，它其实是一段美丽的旅程。你有没有试过一边走路一边看风景？有时候我们会太着急到达终点，却忘了路上也有许多值得停下来看看的美。学习也是这样，我们常常太在意我学会了没有，我什么时候能说得很流利，却忽略了每天学一点点的过程本身就很珍贵。就像春天里的一棵小树，它不会一天就长成大树，而是每天吸收阳光和水，慢慢长大。我们也一样，只要每天都愿意学一点，就是在悄悄地成长。这段旅程中，你会遇到新词、新句子，也许还会犯错，但这些都不是坏事。每一次听不懂、说错、写错，都是在帮你更靠近目标一步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段旅程可以很温柔、很安静，也可以很快乐、很有趣。只要你愿意走，每一步都会有收获。下一节我们要聊聊那些从不停止学习的人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
也许他们的故事会让你也想继续走下去。我们下期见。前面我们说到，学习是一段旅程，它不急不慢，只要愿意走，每一步都会有收获。今天这一节，我们要来看看一些特别的人，那些从不停止学习的人。你可能会问，真的有人一辈子都在学吗？答案是有的，而且他们不是因为必须学，而是因为想要学。有一位奶奶，她70岁才开始学画画，80岁办了自己的画展。她说，我以为老了就只能休息，后来才发现，原来老了也可以做梦。还有一位叔叔，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每天再忙都会抽出时间读一会儿书。他说，我不怕别人比我聪明，我只怕自己昨天学到的东西，今天就停下了。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相信学习是一辈子的事。他们不怕慢，也不怕难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不停下脚步，总能走到更远的地方。也许你会想，我现在才开始，会不会太晚了？其实啊，只要你开始了，就不算晚。就像种一棵树，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下一节我们要聊聊如何把学习变成一种习惯，哪怕每天只学一点点。别走开，我们继续走下去吧。前面我们认识了一些从不停止学习的人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而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。今天这一节，我们要聊聊一个很实用也很温柔的方法，每天学习一点点，积少成多。也许你会觉得，我每天都好忙，哪有时间学？其实啊，学习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，哪怕每天只学一个词、一句话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也会有很大的变化。就像一杯水，你每天倒一滴进去，1个月后也是一整杯。学习也是这样，你可以把想学的内容分成小块，放在每天的生活里。比如坐车的时候听一段中文音频，吃饭的时候复习几个词语，睡前读一小段有趣的小对话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觉得难的东西，变得越来越熟悉了。这就是积少成多的力量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因为只学了一点，就觉得自己没进步。每一点努力，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变成你的能力。下一节，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一段了。我们会一起总结一下，也来谈谈，如果你现在还没开始学习，那什么时候开始最好？别走开，我们下期见。前面我们聊了很多，知识有时候会成为障碍，我们太容易说我知道了。其实世界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，学习不是为了超越别人，而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。那些不停学习的人告诉我们，只要愿意走，就永远不会太晚。哪怕每天只学一点点，也能积少成多。今天，我想和你一起停下来看看，这一路上，你有没有发现一点不一样的自己？也许你开始明白，不要急着说自己已经知道，而是可以多听，多问。也许你发现，学习不是比赛，而是成长。也许你开始相信，每天学一点点，也能慢慢变得更好。如果你现在还没开始，也没关系，
因为最好的时间就是今天。别担心过去有没有学够，也别害怕现在才起步。只要你愿意，从今天开始，就已经走在路上了。希望这期节目能给你一点点力量，让你愿意再试一次，再学一点。谢谢你陪着我走到这里，我是姐姐林雨，我们在下一期每天中文再见。